太皇太后要的就是一个挽回颜面的理由。太皇太后年纪大了，生怕自己去世后自己人遭殃，故而少结仇才是正道。这方季帆很有意思呀，今日竟能化解一场死斗，倒是让人刮目相看。来人，小的在。太子身边的人还是要摸清底细才好，让他来为哀家祝寿吧。哀家想知道这方季帆到底是个怎样的人。哎呦，殿下今天好用功啊！皇祖母的寿辰快到了，皇祖母特别推崇道学，我想手抄道经送给皇祖母当寿礼。殿下竟然能有这份小心，太皇太后知道了一定会很欣慰。对了，老方，你可以帮我抄吗？皇祖母眼花的厉害，自己看不出来。你这次的消息是被给我吃了吗？让我抄也不是不可以，不过这都是从哪里找来的经注，要么是业余人士写的，要么是亡国之君写的，也太晦气了吧！啊，还有这讲究啊？那你帮本宫选本最好的呗。这个朝代最牛的经注，应该是魏大有写的版本《道德真经集义》里。你算是找对人了，我前世可是对那本经注倒背如流啊。哀家收藏了各家道德经，经注足有上百个版本，从未听说过此版本的经注。赵儿是如何抄的？老方选的这经注的内容，难道有问题？方季帆默写的经注出自最杰出的道人魏大有，内容上没问题，只不过这个时代传播速度太慢，此时此刻他的版本还没有流传开来。禀娘娘，奴婢觉得这所抄的经并非是太子殿下的笔记，恐怕有离经叛道的人误导太子。离经叛道？老方这是抄错经注了吧？赵儿，告诉哀家，这经注是谁抄的？是那个是刘瑾。奴婢是宫里的人，怎会不知道这宫中的规矩？奴婢没有带殿下抄写啊，奴婢冤枉。赵儿跟方季帆走得特别近，赵儿就算是撒谎也想保下的人，难道是方季帆？哀家对方季帆并无成见，但他亵渎经典，误导太子，此事哀家就不得不管了。将这邪经交给龙泉观普济真人亲自核验，指出离经叛道之处，好给宫中上下一个交代。通知陛下，这次哀家要严惩不贷。老方，这次本宫也自身难保，帮不了你了。我都跪了4个时辰了，腿没知觉了，父皇也该消气了吧？殿下，陛下有口谕。不用跪了。陛下说让你挪到那儿太阳大的地方跪着。哦。赵儿还年幼，怎能经得住这般折腾？皇帝应该多关照一下赵儿身边的人才是。方季帆是有不对的地方，孙臣已经打算好好教训他了。他毕竟年轻，时刻敲打一下，自然也就晓得是非了。话虽如此，可是哀家昨日受了这个惊吓，是一宿没睡呀。哀家不是要打要杀的人，其他的都好说，哀家唯独不敢将其留在京里和太子厮混。哎呀，
皇祖母这是要把老方逐出京城啊！这下玩大了。孙臣万死，令祖母不安。可是秀容的病，还需要让方继藩复诊。难道全天下只有方继藩一人能治脑疾不成？娘娘，普济真人请见。来得正好，皇帝，哀家不是不讲理的人。这方继藩如何离京叛道，就让普济真人亲自向皇帝禀奏吧。先帝偏爱道术炼丹，于是有很多人投其所好，甚至到了借机乱政的地步。而普济真人谨守道心，闭关研习道经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。先帝驾崩后，那些丹术道人大都被驱逐，只有普济真人扶摇直上，成为北方道经的权威，将那些离经叛道的残余势力一网打尽。故而此人地位之高，一句话就能决定方继藩的命运。普济真人到。太皇太后娘娘，方继藩好歹也是朝廷命官，竟然要因道人之言断送了前程。此经注堪称道家圣典，可传世千年。容贫道唐突，娘娘可否能让贫道拜见一下此经的作者？什么？老方他……方继藩这家伙还修道啊！真人是否对方继藩过誉了？回禀娘娘，贫道没有资格对此人评鉴。受普济真人点拨，茅塞顿开，平生只愿再见真人一面，劳烦道长通禀一声。师尊一直闭关修行，已经很多年不见外客了。王居士，请回吧。喂，小道士。我方继藩。原来是方居士啊！师尊已经恭候多时了，这边请。什么？普济真人竟然就这么接见了方继藩？这到底什么情况？能写出这么厉害的经注，怎么说也得是位得道高人。这怎么会是个没有半分修道样子的少年郎啊？这家伙不会是骗子吧？清静无为，何解？这老道士在考我呀！如果在这里露出马脚，传到太皇太后耳朵里，就死定了。要不瞎扯一下？不行不行，这老道士读了一辈子道经了，不可能蒙混过去。要是说错了更麻烦。哎，
算了，不知道。方居士没有学过道学吗？没有，从来就没读懂过。高士啊，道友深藏不露，不正是清净无为吗？这样也行。道德经博大精深，岂是我辈能读懂的？道友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不遮不掩，不做作，回答诚恳，这才是清净无为的含义呀。这道德真经集义是从何得来？我是因为得到过一位高人指点，大约5年前吧。一个老道士说我骨骼清奇，非要收我为徒，教我道学，我就勉为其难地学了点。哦，不知这位真人是谁？我好像听他说过，他自称是威大友。师尊还活着？威大友竟然是遇到出的事，他不会戳穿我吧？其实这龙泉观是威大友所创，后来威大友将俗事丢给了弟子，自己云游四海，才有了之后流芳百世的道德真经集义。玉道纯是被威大友收养的孤儿，所以对于玉道纯而言，威大友既是师又是父。师尊自40年前突然下山，便再无音讯，万万没想到还能有如此机遇呀！还好魏大友已经失联了40年，不然他拿着道德真经集义原版来打假，可就尴尬了。这些年来，贫道无一日不谨遵师尊教诲，要遵守道心，广耀师门。早知道魏大友是于道纯的恩师，就不拿魏大友来说事了。师尊走时，可和你说了什么？那位道人说我有慧根，是千年难出的英才。他还说有好几个弟子，但他是方外之人，只能将俗事丢给了几个弟子。师尊能寻觅你这等聪慧的弟子，一定甚是欣慰。师弟，你是有缘人呐。师弟既然被师尊如此看重，不如也入道门，一同修行吧。让我当道士，你动我吧！我龙泉观一脉在北方弘道已有100年，历经大道朝天4辈，大为大有1人，道2人，朝39人，天100多人。师弟既是师尊的弟子，做我师弟，在这龙泉观中便是1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我只是幸运得到魏道尊的一点指点而已，这道士是万万不能做的，让我爹知道非打死我。哎呀，方道友有所不知啊，我龙泉观一脉出自龙虎山正一道，不敬荤腥也是能娶妻生子的。我是南河伯子，还兼着官身，怎么可能在道观天天修行？师弟，正一道历来没什么约束，上山下山都是修行。师弟，你天生慧根，注定与道门缘分不浅，怎能拒绝呢？正一道历来没什么约束，上山下山都是修行。师弟，你天生慧根，注定与道门缘分不浅，怎能拒绝呢？我在城中还有一些俗事，告辞了。一个少年郎能有如此灵根，却避龙泉灌如蛇蝎。哎呀，师尊啊，师尊，难道这就是命数吗？说来惭愧，恩师行事向来难以捉摸。王兄若想结交恩师，
在下也爱莫能助。方继帆果然深藏不露啊，我该怎么接近他才好呢？快撤快撤！再不跑我就要变成道士了！我去，怎么多了一只？学生王阳明见过方公子，学生有些疑问，还请方公子赐教。不教。什么？没错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我教你？你爹文化不砍死我才怪！你自己琢磨个20年，不就成为大佬了吗？还敢要钱？租子交了吗？别忘了，这里可是龙泉观的地头。啊？什么？这里距离龙泉观都好几里了吧？竟然还是龙泉观的地盘？龙泉观的道人真是无德呀！哎呀，可不是嘛！今年雪灾连着大旱，龙泉观又不肯减租，这不是让人走投无路吗？拿来吧你！老板娘，哎，我问你几句话。公子有什么想问的？奴家一定知无不言。这龙泉观到底有多少田产？人家都说，龙泉观有良田万顷，在这京城附近，除了一些王侯的庄田外，就属各家寺庙和道观的地最多了。当初为了推广番薯种植，我让几个门生几乎跑遍了所有名门贵族，成效甚微。没想到龙泉观竟然有这么多田产，如果这些地里都能种上番薯，这得让多少人活命啊！公子有所不知，龙泉观每年都会做很多法事，还会收到更多田产。正一道没有戒律，有些道人仗着自己有道牒，私置田产，外面养着3妻4妾，还要欺辱奴家这般可怜人。岂有此理！龙泉观斋堂里的道人，也个个狗眼看人低。算秀才，假道人，那里的斋饭都要每人1两，贵得要死。我只嫌弃了一句，就被骂作酸秀才。哼，很好，你们跟我回龙泉观。师兄，师弟，师弟，这一次可不放你走喽。今天的收成也不错，不过就是那几个酸秀才太讨厌了。方家大门踹！哎呦，我疼啊！刚才就是你妈的小唐。吆喝，敢在龙泉观找茬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这黑店饭菜难吃又贵，来啊，把这斋堂给本少爷拆了！你们疯了吗？这龙泉观据说跟太皇太后都有些关系，方公子好过分，好大胆。不过我喜欢。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住手！能让我再装会儿吗？岂有此理！来人，将他们这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统统拿下！贫道今日要替天行道。道观会如此腐败，王天宝能够肆无忌惮的敛财，也正是因为这位首席大弟子。且慢！你算什么东西，在这儿吆五喝六的？我是普济真人的师弟，算是你师叔。见了师叔不下跪，想死啊？什么？我刚才确实听说师尊新认了个师弟，竟然是这家伙！弟子张朝仙拜见师叔。在这个时代，道家辈分大于天。张朝仙若见到自己师叔不行礼，就是欺师灭祖的罪过，自然也无法再跟方继帆讲理。不是吧？没想到在道观为所欲为的师兄也有今天。至于你王天宝，身为本门第4代弟子，对我大不敬。
直接开除，去扫地吧。全凭师叔做主。至于这执掌斋堂的人选，就他了。从今天起，就让他执掌斋堂吧。救师叔是会成命啊！龙泉观里没人敢忤逆大师兄，你让小道来执掌斋堂，真是要了小道的命啊！小李，这些年你甘心吗？你跟那张朝先是平辈，凭什么他能吃香的喝辣的，你却总是过着苦日子？你难道不想反抗吗？现在有师叔为你撑腰，你怕什么？干掉张朝先，你就是这龙泉观的王。龙泉观的王？大唐朝鲜霸权主义！张朝先，我来了！方公子，你知道他根本不行的吧？方公子，你知道他根本不行的吧？不错，这李朝文估计都不够张朝先一个手打的。那你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？今天本少爷心情好，就讲给你听听。龙泉观风评极差，但普济真人从不问俗事，所以我打砸斋堂，就是为了引出真正的坏蛋头子。引出张朝先，一切就好办。我可以仗着辈分，让他颜面扫地，然后挑战他的权威，强迫他接受李朝文来执掌斋堂。说到底，他只是我的一枚棋子而已。我只有靠他，才能真正进入龙泉观这场棋局之中，心里有对万物的认知，然后放手去实践行动，这便是知行合一。知行合一，知行合一。我悟了。知行合一其实是王阳明中年以后提出的著名理论，也是阳明心学的核心。不过方公子做了这么多，应该不仅是为了弘扬正义，而是为了得到一些实际的好处吧？不愧是未来的圣人，抓住了我做事的关键。怎么会？我当然是为了天下苍生。方公子，敢问一秒不装，能死乎？好吧好吧，我就是想要龙泉观的万顷良田，与其让这样的败类敛财，还不如让我来。你也想敛财？啊？我像缺钱的人吗？我是要屯田，良田就得种上2种，才不会闹饥荒。方公子看似荒唐胡闹，却有一颗为国为民的心啊！长达半年的雪灾刚过，紧接着就是延续了几个月的旱灾，土地颗粒无收，饿殍遍地，民间流言四起，冲突愈演愈烈，甚至会有人暗中袭击官兵泄愤。但方继藩却从史书上知道，6月17日那天会有一场及时雨，解了当时的燃眉之急。这鬼天气，是想热死本宫吗？殿下，不如我们祈雨吧，我有个师侄很专业的。老爸，父皇最讨厌鬼神之说，我会被父皇吊起来打的。殿下，这是为陛下分忧啊！这雨求来了，殿下是大功一件，就算求不来，咱们把那些杂毛道士宰了，立马入宫请罪。陛下看在孝心的份上，也不会揍殿下呀。哦，这稳赚不赔啊！哎，快跟我说说怎么弄啊？师叔，你害死我了！啊！我刚回去就被大师兄给揍了，而且他们还栽赃嫁祸我偷东西，要将我革除道籍。来得正好，殿下，这就是我说的师侄李朝文，他可是祈雨的好手啊！想不被革职就乖乖听话，你只管装装样子，剩下的我来。殿下只管让人在詹师府筑好祭台，我以人格担保，一定能祈下雨来。
呵呵，祁瑀就是个骗人的把戏。这李朝文真是狗急跳墙啊！多给道路司点钱，等李朝文失败了，立马革职。老方，这天儿真能下雨吗？你不会是在忽悠本宫吧？会的，我们要相信李世职，人家连命都搭进去了。救命！我恐高。当然，方季帆只记得大致的时辰，也就是说，坑死李朝文的几率还是蛮高的。这也太胡闹了！王华怎么还没通知到陛下？殿下，人都到的差不多了，该你展示爱民如子，让陛下刮目相看的时候了。苍天呐！连续2个多月颗粒无收，灾情严重至此，本宫身为太子，上不能为父皇分忧，下无法体恤百姓。今日齐不来雨，本宫不如死了干净。殿下息过了哈。若本宫已死，谢苍天，可换来老天下来好雨。今日本宫便是死了，来看看。哎呦，殿下，万万不可呀！殿下乃是储君，不能死啊！场面有点失控啊！陛下，寻常百姓祈雨也就罢了，但太子身为储君，若是起不来雨，岂不是说明朝廷失德，降下天罚吗？胡闹！马上召太子入宫，不得有误！要下雨了！哼，这享晴博日的，我看那小子能怎么求雨。李朝文想借祁瑀来蒙蔽圣上，实属龙泉观的害虫，还望王主事能将他绳之以法。哼哼，你完了，李朝文！是我完了呀！张朝贤，那祭台上呼风唤雨的道人，就是你口中的龙泉观害虫吧？王主事，请听我解释。我看你才像那个害虫啊！给我押回道路司候审！我做的一切都是为龙泉观着想，王主事饶命啊！王主事，王主事！李朝文因祁瑀有功，皇帝立马敕封为真人，赐号护法。李朝文因祁瑀有功，皇帝立马敕封为真人，赐号护法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嘿嘿，方秦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真有人能呼风唤雨？陛下说笑了，祁瑀不过是骗人的把戏，但这种鬼神之事，百姓却深信不疑。太子和臣祁瑀并非装神弄鬼，而是要让百姓知道，上天其实是眷顾朝廷的。秦家的处置最为妥当，可是你怎么知道今天会下雨？那个，臣在幼时得到过那道人指点，会一点观天象之术。小朋友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是万中无一的修道奇才，维护世界的和平就靠你了。才知道今日极有可能下雨。那今日若是无雨呢？那道士求不来雨，自然把他绑了，宰了祭天。臣也是为了安抚百姓。要是真下不来雨，那臣可以说这一切都是臣脑疾病发的缘故。你看看季帆，再看看你，你说的那是人话吗？季帆呐，想不到你连天象都懂，臣真想知道你还有什么本事。嘿嘿，臣还能让一亩旱地收粮20担。
此时的亩产大约2担左右，这意味着方继藩能让现在粮食亩产翻10倍。什么？亩产真能20担？那我就把头拧下来，给他当蹴鞠体。方亲家真是有趣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或许就没有鸡鸣了吧？那一天不会太远的。哎，按照师叔之命，把龙泉观所有良田种满这个。遵命。启奏陛下，西山屯田所称，已实现亩产粮30担，是常规亩产的15倍。哦，这么多！方继藩这小子肯定谎报产量了吧？这小子在圣上面前说谎，这不是活腻歪了吗？这要是我儿子方继藩，我得给打成元继藩。不仅如此，西山屯田所还征用龙泉观良田改种新作物，惹得农户怨声载道。就算不是我儿子，这回我也必须把他打残，为民除害。此次强推新作物的主力是副百户张信，这是御史们收集的弹劾证据。张信，那不是我儿子吗？整半天搁这弹劾我儿子呢！方继藩这损小子，自己作死也就罢了，还拉我儿子下水，给我气吐了都。没办法，也只能如此了。陛下，臣以为这其中必有蹊跷，臣请命去核验此事，若有虚报，一定严肃处理。准奏。杨达，这里有株番薯长残了，需要加些水肥。哦，好。我看是你长残了吧，我的好大儿。父亲，您怎么来了？是不是来祝贺我们番薯丰收的？番薯丰收？那不都是绿叶吗？丰收个屁呀！父亲，番薯果实长在地下，吃的是根。南边1亩地已经收获。我当然知道，我要你来教育呀！啊，你们自己胡闹也就罢了，你还伙同方继藩去抢龙泉观农户的田地，我的老脸都被你丢尽了。父亲，这都是误会，你听我解释。哎呀，我不求你有多大出息，但你身为国公之子，怎么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种地，还种得这么开心呢？父亲，种地很适合我，只有在这里，我才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。是方继藩让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。我的儿，我竟然无法反驳。这一瞬间，我仿佛看到了方继藩的身影。不是身影，我就在这儿呢。你这小子什么时候过来的呀？都是因为你，我儿子才变成这样的。我要杀了你！这什么？香香甜甜糯糯的。当然是我们种的番薯啦。这么多！世伯，你知道的，我喜欢用事实说话。今天我当着世伯的面，把眼前这亩地的30担粮收了。奇迹呀！怎么样，世伯？这回相信我和张信了吧？那是必须的。那占用龙泉观的，这占地怎么了？这可是大事儿。世伯怎么了？父亲，老百姓有福了。哪怕是灾年，
也能吃饱饭了。而且这烤番薯实在是太美味了，当吃上第一口的感觉。父亲，请您自重。父亲，请您自重。番薯不光烤着好吃，还有好多做法会让其更加美味。我的老天爷呀！父亲，番薯虽然好吃，但也不要一下子吃太多呀。别一惊一乍的，吃多了能怎样啊？师伯内力果然天下无敌。西山番薯种植大获成功，皇帝下令推广，从此百姓都能吃饱饭了。西山屯田百户所荣升千户所，所有人也都升官了。张信因培育番薯有大功，更是被封为封城伯。这次是我格局小了，我太注重自己的面子和别人的看法，却没有考虑到儿子内心的感受。心儿，好好种番薯，不要辜负圣上的美意。放心吧，父亲，我已经蜕变了。给老子把衣服穿上！你个臭小子！真是苦了张信了，幸好我爹不这样。我跟你说，我的番儿就是有出息。今天农历6月初9，是太皇太后寿辰，这可是京城里的头等大事。皇宫上下为此准备了数月之久，而真正能进入仁寿宫祝寿的妇人，也不过数十人而已。找到我的姑母方氏了！可恶！哪个狗东西敢打我方景龙的妹子？兄长，我没事，公婆和丈夫都对我很好，只是妯娌穆氏不太好相处。她毕竟是长房，又是乾国公的嫡女，难免骄纵了些，日子还是得过。我只是气闷，所以过来坐一坐。妹呀！想必这位就是魏国公府的穆氏，姑母口中那位不太好相处的妯娌。季帆，他怎么在这儿？这是谁家的命妇？当别人都跪下叩拜太皇太后时，就方氏傻乎乎站着，这在古代属于不知礼节，细究起来是对太皇太后大不敬，属于严重过错。糟了，刚才皇上没注意到这边。回禀娘娘，方氏是魏国公徐家的次媳，她不懂礼数，坏了宫中的规矩。她做错了，该罚，别留情面。臣妾身为徐家长妇，甘愿代弟妹受罚，免得坏了宫中规矩。我比她识大体，懂规矩，快来喜欢我！这真是活脱脱的宫斗剧啊！照穆氏这手腕，我那姑母肯定活不过3集。你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，徐家那混小子能娶到你，真是有福了。上前来，让哀家好好看看。好不容易讨得太皇太后欢心，得趁热打铁才是。据说那方季帆为了张皇后，得罪过太皇太后的亲戚。娘娘，此妇方氏出自南河伯府，据说她的侄儿方季帆在京师可是出了名的坏啊。你礼貌吗？你
认得方季帆？不曾见过，但这满京师谁不知道南河伯府出了这么个败家子？此人不好读书，不学无术，成日游手好闲。怎么说我会被地球统治宇宙的？总而言之，是烂到了极点了。哼，你既是道听途说，却又为何如此言之凿凿？啊？怎么有点不对劲啊？你竟跟普济真人是同门师兄弟，哀家之前倒是误会你了。臣早就被人误会习惯了。多好的孩子呀！方亲家，一直以来你都是被人这样误会的吧？唉，真是没办法，这一天天的。方季帆竟然就在这里！惭愧，我就是那个不好读书、成日游手好闲、臭名昭著，以致人尽皆知的方季帆。方季帆见过穆夫人。你是个四处造谣的长舌妇，但我不计较，仍对你很有礼貌。这！我早就听说过穆夫人特别贤惠，本想登门拜访，但季帆身患脑疾，名声糟糕，怕冲撞了夫人，这才不敢去。我对你一直很有礼貌，但你堂堂大家闺秀，却歧视我这种脑残患者，真是猪狗不如。臭名昭著。是谁敢说方亲家臭名昭著？臣妾不敢，臣妾知错，臣妾……我这侄儿真是让人刮目相看。哎，娘娘，穆夫人只是道听途说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娘娘万万不可责罚她。切，电视剧看得多了，这时候应该要显得大度一些，不跟你这婆娘计较。其他的事哀家不知，但方亲家道学造诣极高，绝不是不学无术之辈。道学？这小子怎么可能弄明白道学？原来方季帆这厮用学道来蛊惑太皇太后，看来这事情还有转机。道学？这小子怎么可能弄明白道学？原来方季帆这厮用学道来蛊惑太皇太后，看来这事情还有转机。娘娘，说起这道学，臣妾已经将名满江南的弘法真人请来为娘娘祝寿。正一教以龙虎山正一观为源头，龙泉观也只是正一观的分观，而弘法真人曾是正一观的管理者，道学地位不言而喻。哎呀，哀家早就听说弘法真人的经学得龙虎山真传，道学精深，想不到他竟来京了，快请！哼，等着露馅儿吧，方季帆。贫道承蒙相邀，入宫觐见，诚惶诚恐。若能为太皇太后解决疑惑，贫道此生便知足了。既然方季帆也精通道学，不妨和真人讨教一番。我看这位夫人真是有点得寸进尺了。不讨教，道学有什么好讨教的？我看你是方季帆。你就是方季帆？正是在下。小道前几日刚拜读完了《道德真经集》，惊为天人，却不想能在这里见到本尊。小道拜见师叔公。什么情况？这小子，不愧是老方，就你这位大有的辈分，真是口不如孙。娘娘，今日师叔公在此，小道惭愧，不敢班门弄斧，恳请娘娘容贫道告退。怎么会这样？请弘法真人失策了。不过我魏国公府的贺礼可是下血本的，我或许还能最后抢救一下。魏国公府现玉璧4对，珊瑚16只，玛瑙10斤，珍珠6斗。南河伯府
现玻璃镜一幅。是玻璃啊！这我说，方兄在西山建了个玻璃作坊，一天能炼上千斤呢。我儿真是坑兄弟的好手。没想到这方季帆这么小气，哼！这次我的面子肯定能找回来了。娘娘，此物是臣花费无数心思为娘娘筹备的万寿镜，臣希望能为太皇太后亲自戴上。啊！皇祖母，太好了！太皇太后气得都颤抖了。哇！哎呀，看得好清楚啊！所有事物都变得不再模糊了。哎呀，太神奇了！太皇太后该响的符都响了，但这老花镜却能为她打开新世界的大门。方季帆呐，哀家这辈子也不曾收过这般的好礼，纵是金山银山，也及不上这万寿镜的1/1000呀！要赏，重赏！这怎么可能？娘娘，臣不要赏赐，不过臣有一个姑母，嫁给了魏国公次子，臣现在这般聪明伶俐，全靠姑母教导有方。真是个好孩子呀！既然这样，哀家就做主，封方氏为2品夫人。皇祖母，方氏此时不过是5品安人，从5品直接跳到2品，国朝历史上前所未有。穆氏也不过才是3品书人。娘娘圣明，方家上下感激不尽，臣代姑母谢娘娘恩典。这臭小子答应得够快啊！方季帆直接谢了恩，这一锤子买卖就算已经敲定，即便是皇帝也不能再改了。方夫人，方夫人，恭喜啊！彻底完蛋！我穆氏之后恐怕是不好混了。贵州米鲁叛乱，钱钺应对的一塌糊涂，让手下的人全军覆没。于是皇帝派会打仗的王氏调集精兵强将，想要一举歼灭米鲁叛军。老方，我琢磨过王氏的作战计划，很优秀啊！王氏调集了4个省5万精兵，稳扎稳打，准备围剿贵州叛军。米鲁不过几千的乌合之众，肯定会被连根拔起。看来这次米鲁的叛军很快就要平定了。殿下，那可不一定。你在质疑本宫喽？哼，别的不敢说，本宫自有熟读兵书，对马政和军务清楚得很。此战朝廷必胜。这世上就没有必胜的仗。尼鲁既然能以弱胜强击溃钱钺，必然也会有应对王氏的办法。你又知道了？哼，这都是空谈。兵法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的。哦，是吗？把我当空气，真好。现在应该所有人都认为王氏战法没毛病，可惜在历史上已经证明是错误的。唉，少爷，有人杀进来了，快闪！谁啊？王阳明！喂！你想要干嘛？这是贵州最新的军情，王氏被埋伏，剿匪受挫。敢问方公子是怎么预测到王氏的战法会失利？哎呀，原来是为这事儿。这王阳明虽然做事容易一根筋，倒也是个文武全才。不过此刻有人恐怕比你更想知道原因。方亲家，你为什么能预测到王氏会剿匪受挫？米鲁叛军人虽然少，看着好像也很弱，但他们却有个优势，熟悉当地的地理情况，能神出鬼没的打游击，不断袭击骚扰官兵。而我们的官兵是4个省份的人调过去的，难免水土不服，不熟悉当地地理环境，找不到米鲁军不说，还可能被游击队截了粮道，人数优势根本发挥不出来。难道就拿这些匪患没办法了吗？难道就拿这些匪患没办法了吗？方法当然有，
他们能打游击，我们当然也能。当年匈奴骑兵强悍，汉武帝就操练了更强的骑兵，把匈奴打到他姥姥家去了。我们只要建立山地营，派人专门研究当地地理，操练山地作战，肯定能废了他们，走敌人的路，让敌人无路可走。没想到方季帆还懂军事，他的见解毫无道理，简直无法反驳。真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不当讲，闭嘴，退下吧。臣告退。陛下，为何不让方季帆继续说下去？这小子，如果真什么都听他的，他的尾巴岂不是要翘到天上去了？不过，这山地营还是要建的，你们安排下去吧。今天皇宫举行殿试，是科举最后一关，关乎着读书人的大前程。奇怪，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？啊，他们怎么了？今天你们殿试，为师最后再告诉你们一句话：难道恩师要传授我们压箱底的应试技巧？殿试考的是策论、时事政治，你们擅长的八股屁用没有？这便是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报应。恩师果然料事如神，我对这策论一窍不通。平米鲁就是问如何平定贵州米鲁叛乱，这一点恩师曾经提起过。这平米鲁简单的很，只需要建立山地营就能轻松搞定。我虽然资质愚钝，但恩师的话我每句都能背下来，姑且一试吧。我自幼熟读兵书，也一直对米鲁之论很关注，平日里甚至会旁听父亲和叔伯们对此事的见解。不会有人比我更懂平米鲁。虽然方公子对此事有过神预测，但这次殿试究竟孰强孰弱，还未可知。这4份考卷的答题如出一辙，以各种方法论山地营，朕好像看到了很多方季帆啊！毕竟是师出同门，倒也不足为奇。而这薛金却跟大部分贡生一样，以平米鲁为题大发感慨。朕需要他们发感慨吗？朕需要他们谈解决问题的方法。贡生们大都只擅长写八股文章，陛下看看这一份。哦，米鲁叛乱的成败，重点是粮草的供给。提议延缓剿匪进度，与叛军争取人心，保证军队粮草供给，甚至还计算出了钱粮的大概数据。此人的策论，即便与兵部尚书比起来，也毫不逊色。这是王阳明的考卷，也就是状元郎王华的儿子。王华生了个好孩子呀！依朕看，此次殿试，状元就暂定王阳明吧。陛下圣明，父子双状元，这是一段千古佳话呀！朕本以为方季帆的门生会让殿试的结果不太一样，看来方季帆的运气到此为止了。这山地营若真有奇效，贵州那边早该有消息了。现在看来，不过是糟蹋钱粮罢了。800里加急，贵州剿匪有急报。准备马车，我要马上面圣。儿啊，今天是殿试放榜的日子，你就不去看看你考得怎么样？父亲，放心，我写文章可能不如其他贡生，不过要说谈策论，那些贡生一个能打的都没有，我肯定是榜上第一。一点都不懂得谦虚。我儿牛啊，我骄傲啊，我骄傲啊！不过方公子的那几个门生，我倒是有些在意，还是去看看吧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是我没听恩师的话，才搞得这么差。求恩师打死我吧！别叫我恩师，我没你这样的门生。求恩师再给徐兄一次机会，千万不要把徐兄逐出门墙啊！你们在教我做事啊？一个个都长能耐了呀！什么情况？陛下有令，跟我们走一趟吧，方大人。可恶，跟我回来再收拾你们！我进来以后还没说一句话，就让我跪在这里，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方亲家，你真是给朕！陛下英明神武，宽宏大量，臣如果有胡言乱语或者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一定要包容啊！臣不想被娶媳妇就死。这臭小子，谁说朕要怪你了？朕只是头疼，该怎么去赏你？赏我？我看你的皇帝老头在逗我。今天贵州前线传来消息，山地营刚试水就把麋鹿打了个溃不成军，这捷报大到让所有人都难以置信。哦，这样，常规操作，不值一提。这山地营是你的提议，朕会按军功封你为新建伯。不过你这张扬的性子，确实得磨一磨了。跪直一点。贵州的捷报一下子让殿试的题目有了标准答案，毕竟事实胜于雄辩。这些门生受益于恩师方季帆，都填写了标准答案，除了那个不听话的徐经。贵州的捷报一下子让殿试的题目有了标准答案，毕竟事实胜于雄辩。这些门生受益于恩师方季帆，都填写了标准答案，除了那个不听话的徐经。第五，我竟然只是第五，这怎么可能？其实王阳明的策论不无道理，他指出了现任指挥官王氏打仗的弊端，太急切，因为急着围剿成功，就调了4方人马去围剿叛军。没想到叛军擅长隐藏和打游击，人都找不到。叛军人在哪儿呢？王阳明的策论重点是从速战变成打持久战，一旦进入持久战，叛军的后勤补给供应不上，就会陷于不利。咋不饿死我们呢？别啰嗦了，快了。但是王阳明忽视掉了一件事，王氏之所以心急，是因为朝廷财政紧缺。方季帆的山地营妙在2个地方，一是叛军打游击，我方也打游击，通过操练让游击水平超过了叛军，战术打法上很妙。人跑哪儿去了？爹，我搁这儿呢。二是山地营需要的人马少，后勤补给耗费的钱就少，能省钱，省省更划算。向来自傲的王阳明终于学会了内敛，这一波王阳明输得不亏。我服。丐帮以天灾频繁是因为朝廷统治无能，上天降下了惩罚为由，暗中袭击叶巡的锦衣卫，已经有了造反的势头。为挽回朝廷颜面，皇帝命锦衣卫10天之内捉到丐帮贼首。锦衣卫日夜不停地在城中捉人，但已经过去半月了，丐帮贼首却一直没能捉住。靠！你们锦衣卫还有完没完？连个贼首都捉不到！错了，方大人。恩师对我恩重如山，我必须替恩师分忧啊！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恩师，学生能让恩师睡个好觉啊！丐帮猖獗，
锦衣卫却一直捉不到贼首。欧阳志，此事你怎么看？若让恩师出马，分分钟给你们逮回来。陛下让恩师去捉丐帮贼首，这样就再也不会有锦衣卫打扰恩师休息了。我真是谢谢你，我本来没想抢锦衣卫的活，不过既然话已经说出去了，那我就顺手把这贼首给捉了吧。让学生们辅助你吧。这次不行，你们一群文弱书生被打死也就罢了，让贼首跑了可就不好了。不过我倒是想到一个很好的人选。破戒真人师弟会祈雨，种2亩产30担。神预测贵州战局，献祭山地应破地。方公子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？王阳明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为你指点迷津。神仙，原来是方公子，太好了！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的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你得先给我去捉丐帮贼首。锦衣卫把整个京城都翻遍了，都没有消息，你怎么可能知道丐帮贼首在哪儿？这就说来话长了。等我捉到丐帮贼首，我会去西山给门生讲一讲这其中的道理，算你一个。信我就跟我来。锦衣卫为抓丐帮贼首，几乎把京师翻了个遍，也没见丐帮贼首的影子。报告某指挥，又抓了几个乱党。我们家的乱党还不够多吗？抓到丐帮贼首之前，别来烦我！真是的。报告某指挥，丐帮贼首落网了。哈哈，太好了！果然没有什么事能难倒我锦衣卫的。确认身份了吗？人是方继藩带人抓的，至于身份，说是能以方继藩的人格担保。锦衣卫奏报上说，方继藩仅用1天时间就捉到了丐帮贼首，这可能吗？老奴一向很看好辛建伯，不过这次他捉丐帮贼首好像有点草率了。听说辛建伯并未进行搜捕，而是带着人把一家客店的掌柜给抓了，非说那就是丐帮贼首。就这么简单？这方继藩不会是抓了无辜的百姓来冒功吧？奴婢不敢说，辛建伯并未将丐帮贼首交出来，无法核验身份。不过听说那掌柜应该叫张正，是个腿脚不利索的生意人。你就是那个传闻中飞天遁地锦衣卫都抓不到的丐帮贼首吴新杰，别想骗我！真是胡闹，估计是他的脑机犯了，不用理他。奏报上说辛建伯以人头担保，想必不是玩笑。据说辛建伯还要用丐帮贼首在西山授课。丐帮贼首跟授课有什么关系？这方继藩又是闹的哪一出？哀家去西山，朕要亲自看看他要搞什么名堂。丐帮贼首神出鬼没，搅得京师天翻地覆，锦衣卫也损失了不少兄弟。你们抓这么个废物来顶包，是不是把我们锦衣卫当傻子？某指挥稍安勿躁，我还没开始讲呢。看好了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丐帮贼首。你们看，他也是一个鼻子2只眼，头发不多也不少，皮肤不粗也不细。他有跟我们一样的地方，也有不一样的地方。说
耳朵出问题了吗？这不废话吗？方季帆到底想说什么？真疼啊！你们看，他也怕痛，他也跟我们一样，觉得自己是个好人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他是一个普通人。所谓的丐帮贼首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，扔到人群里都不一定找得着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像这样一个废物，为什么能让数十万锦衣卫焦头烂额呢？那是因为锦衣卫根本不懂什么是乱党，不知彼知己，有再多的人力物力没用。哼，你说他是贼首就是贼首，有什么证据吗？当然有啊，那个王三，你来做个证吧。我是丐帮京师分舵舵主，丐帮总舵主的身份，我可以作证。谁见过？从青山浓雾里随便抓个人就是丐帮舵主，是不是太儿戏了？哎，我真是丐帮舵主，我早年没饭吃，加入丐帮，一直心甘情愿地为总舵主做事。丐帮总舵主的藏身处也是我来选定的。承认自己是乱党，可是杀头之罪。这个王三为什么要主动自首？我以为一辈子都要颠沛流离，直到西山两位恩公给了我们遮风避雨的地方，我们卖力气就能吃饱穿暖，终于在西山过上了安生的日子。为了百姓，这些都是应该的。快起来吧！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！自从总舵主来了以后，把京师搅得天翻地覆，我生怕对不起两位恩公，更害怕有一天这西山彻底毁于战乱，我们最后一点指望都没有了。我是乱党，死了也就死了，但我的家人们没有参与任何事，我希望他们不受到波及，能够安安生生的过日子。好一个王三，好一个丐帮舵主，方季帆给点好处就能收买你了。你懂什么？所谓的丐帮，无非是一群抱团取暖的流民乞丐，舵主也是乞丐，能好到哪里去？我们加入丐帮，无非是为了能吃口饱饭，不被欺负。但凡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，谁会想去做乞丐？谁会想去做乱党？你吃好的穿好的，没受过饥寒，当然可以轻松对朝廷忠诚。我要是你，我比你更赤胆忠心。如果不是你们这群狗官不干人事，我们怎么可能成为乱党？欺负我们的是你们，要杀我们去领功的还是你们。你这兔崽子！好了，王三，某指挥不是地方官，冤有头债有主嘛。属实是给我气着了。某指挥如果还嫌证据不足，我西山多的是丐帮徒众，可以慢慢盘查。那好，既然没毛病，所有门生们听好，你们即将入仕，为师就给你们讲一讲这做人做官的道理。你们即将入仕做官，我问你们，有什么办法可以肃清乱党吗？孔圣人说过，用教化。好，那为什么2000年过去了，还是有这么多乱党呢？这，孔圣人说的没错，但后世腐儒理解错了，他们以为所谓的教化就是对着百姓反复念叨大道理，就能天下太平。为人父母官，首先要让老百姓吃饱饭，吃饱了饭再来谈教化，才是有效的。别叨叨了，你看我老爹都快饿嗝屁了吧！没人一生下来就是乱党，乱党也是血肉之躯，他们饿极了就会造反，吃饱了便会温顺，这是极简单的道理。好官就是能像为师一样，让反贼变顺民，而庸官就是将顺民逼成反贼。谨遵恩师教诲。陛下有何吩咐？让方季帆陪朕走走吧，真想看看王三宁愿放弃丐帮舵主之位，
也有留下来的地方。到底是什么样子？父皇，让儿臣来，儿臣对这里熟。好，你小子哪儿冒出来的呀？我一直在听老方讲课啊。父皇，西山这3600多户流民都是儿臣亲自安置的，前面第一户就是王三家。这儿也能住人？是两位恩公，感谢两位恩公的救命之恩，没有两位恩公，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好日子。不必多礼。哎，老人家，您记性真好啊！今天的风头都让老方抢尽了，父皇快看，儿臣也是他们的恩公。住在这种地方就算好日子了，那他们之前过的是什么非人的日子呀？唉，难呐。恩公，你突然这般是为何呀？传令下去，直斩贼首，其他人全部赦免。